这么大了哈，这边2根。那上面梨子后面有个，有个，上面结了个。哦，今年快切梨子了。快点，这边是2个大柳，这边有2个，这边有颗。这儿有，还结了多嘛哈？你说你们这么多年的树噻，哇，上面是去年这些，今年都开完了。还在讲肥料，真的还在讲肥料。还有那这个是，这个是嘛，又可以。那过了不再那么多年，咱不结。中边一点是。哟，那个那边往哪得好养鱼儿，结没得，结起没得。到像这些，你自从种子这早点把它剪了，这个。对吧？这背上子，然后背上子和翻背子都不要。它是顶梁直接就搬上这背了，反正。你看到找留2边的嘛？它就是这个留2边，它阳光起来。你这些都可以把它弄了这些，你用那种拉完弄多自在的跑了啊，这些就把它拉了，这些。现在张叔叔都变成专业的了。哦，这样爱行了嘛。等结了，我们就可以上去打梨子去了。去噻。你干嘛呀？这把它剪了。你挖过来的。这是2边，中间叶的不要有阳光把它挡起来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这个枫糖李今年终于成功了。在樱花基地那边已经种下了7年都不长李子，在我们这里第2年就开始结果了。大家看，现在已经有这种小个的李子，我都不敢碰它，怕一碰就给它碰掉了。村子说来看了我们这个李子树后，他说完全没有问题。他说像这种往上长的枝桠要把它剪掉，这种是不要的，它会吸它的营养，而且它这种是不挂果的。要么等它长粗了，用绳子把它像这样给它吊趴下来，它就可以开花结果。往上长的它会影响整棵树的这个透光性。这个枫糖李它一定要阳光充足。对，我感觉枫糖李和普通的李子，它这个小的时候都不一样，它是这种长条状的，像这么长的一个尖尖的嘴。好漂亮呀！可惜这个下雨已经坏掉了好多这个花苞，所以说这个枫糖李的产量它不高，难怪卖那么贵。今年我们终于可以吃上真正的枫糖李了。我就担心我们某天不在家的时候被别人给我们摘了。那要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它藏起来。可以，到时候可以买一些网上的那种塑料袋拿来给它套起来啊。对。但是人家看到塑料袋，他也要来摘呀。就怕我们吃不到，被别人吃到了。哇，那这种就不要，直接把它打掉。以前村支书也是一点都不懂怎么种植这个枫糖李，自从上面有枫糖李基地了之后，村支书也成了专业的了。对，今年枫糖李可以吃够，他说他们上面的枫糖李可以随便去摘。主要是他们上面还没有结多少。它就是一颗结几个，一颗结几个，可以去慢慢的这走嘛。对，因为它今年是第1年结果，去年没有结嘛，今年第1年，要让它养分充足，所以如果结得多的话，它都会给它摘掉，不让它结那么多。像这种背上枝就把它摘掉，不要。这都是村支书告诉我们的。像这种就是有病虫害了，所以说等它出太阳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打一次那个保花果的药吧。我们今年这个枫糖李能这么成功的长李子，全靠那个枫糖李基地的老板，他教我们怎么给它剪枝，怎么给它掉下来。对。还有施肥也要施专业的肥，不然的话，今年我们也像那边樱花基地老板种的那几棵一样，也是不长李子。等我有时间了，我得去跟那个樱花基地老板说一下，把我的经验告诉他，不然他这几年的心血都白费了。对，他那里的枫糖李还是挺多的，很多棵。不是很多棵，那是几千棵，那种了很多的。对，要是全部不结的话，它这个树已经种下7、8年了。对啊，每年的开花就是不结果。
像我们上面蓄水池那里也种的有，那里也开花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结果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把那个果子给它弄掉了。不会的。李俊他之前不知道的时候，全部把那些挂果的枝条全部给它剪掉了。对啊，我以为这种小的枝条没有用，反而是这种小的枝条还挂果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棵有没有挂果。其实这个枫糖李，你看这样用绳子给它挂起来，还挺好看的。对呀，像伞状一样。对，像两边长，这样就是要往两边长，它才会结果。因为它这个如果阳光不充足的话，它是不会结果的。可惜了，这棵也是开了那么多花，一个果子都没有。你看，它这个花直接发霉坏掉了，可惜了。今年的雨季比较多，要是它开花了之后就一直出太阳的话，估计结的会比较多一些。还好今年没有下冰雹，不然一颗都没有。对，所以这些种植农作物就特别不希望它下冰雹。对，像我们这个地方下冰雹的几率还是挺少的，虽然在县城里面有下冰雹的几率，但在我们山上好像我们在这里来好几年了，还没有发生过。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把枫糖李基地选择在我们山里面，就是因为自然天气比较好。哇，真的太美了！是以前我都舍不得摘这些，因为以前不懂，所以说现在我修剪果树都是大胆的修剪，像老家的那些茄橙树，以前我也是舍不得修剪，后来我回老家把那一线全都修秃了，结果今年那个花爆满，开得特别的好。你看我们自己这棵茄橙树也是开了很多花，哇，好香啊！所以人家都说舍得舍得舍才有得。对呀，有的时候你觉得把它修剪多了，你感觉产量少了。其实你不修剪的话，它一点产量都没有。你修剪了，反而它长得更好。因为树就这么一棵，如果说它的枝丫太多的话，把它自己本身的树都给拖死了，它哪里还有营养成分来供应这些花啊，或者这个果子，是吧？那既然道理都懂，那去把我们小院的李子还有那个橘子树给它剪了吧。李子树已经修剪了，但是橘子树呢？还是舍不得。舍得是舍得，但是我想给它嫁接，但今年错过了嫁接的最佳时机嘛。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再去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季节能不能嫁接成活，就是把那些该修剪的修剪，然后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找一些好的这种橘子的这种枝条，我们拿着嫁接在上面试一下。其实李俊他为什么舍不得小院的那棵橘子树和李子树？那是因为那是风景树。对呀，好看。哦吼，这棵枫糖李没有鸡吗？不是开了那么多花吗？一个李子也没有，全都坏了。看来隔得比较远，没有管理好。哦，结了，你看，1、2、3，结了2个。大家看，这里结了3个、4个，那边那棵应该也结了。哦，我的樱桃，大家看，结了1颗樱桃，可惜这个树太小了，去年种下的，今年就结了。大家看到这里没有？这个枝丫去哪里了？被我剪掉，拿到下面去嫁接了。那棵嫁接的苗也存活了。你看，这里有一颗樱桃，只有1颗。你不要把它搞掉了。这个是畸形的，应该长不大的，就只有这个。你看，正常的话是长这么大的。这个樱桃这里掉了1颗。哎呀，这里有1颗，这颗就留给你吃吧。我们去看一下这边这根枫糖李。一横一竖，一人一半吧。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断。我看一下这个本地李子结没有？哇，本地李子也结了，你看结了这么多。这个是那个玉皇李，我当初把这个树种在这里，主要是为了护坡，让它把这个坎保护住。没想到却弄巧成拙。对，哇，这个枫糖李
一开始那个枫糖李基地老板不看好这棵，他说这棵树没有用。你们看，结了那么多，可能是这里的土质比较适合这个枫糖李，是不是？长了这么多，天哪！哇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，还有那里。哇，你看，这里还有这里，这上面，你看这些全部都是。而且这棵树我们没有拉枝哎，它竟然积了。为什么在樱花基地一棵都不积了，在我们这里竟然积了？可能是它那边气候真的不是太适合啊。我觉得应该是土质问题吧。应该是。上次那个基地的老板来考察，就说我们这里的土质非常适合种，可能就是这块地它是风化石的，所以说种枫糖李比较适合。天哪，这里哇！不要碰。这棵树今年我们有口福了。天哪，接上顶了！果子给它碰掉了，接上顶了，太幸福了吧！哎，终于可以吃上自己种的枫糖李了，从来都没有舍得买过一棵，哎，现在这里种了，长了这么多。它这个花还没有脱壳，没想到在这里被这个油菜给遮了，还没有影响到它。啊，你从哪里上来的？它自己跑到这个水池上去了。下来，下来，走，下来，走，来福，走。你这个重新弄过来。在那在马路出轨道这个，要不出轨道懂了吗？这懂了不是？种那个，懂那个，大家都用。有什么了？啊？有什么了？这把要就留了啊，要你说的咯。啊。你就这样，找你就差拿了，你说。干什么？这是有个包包。俺这出轨就懂了嘛，到不了赶住。哦，没得事哈。没得事。